嫁给如意郎君的前一天，我素未谋面的儿子。阿娘，你不能嫁给柳延年，你若不信我，将来必定会后悔。你比我小不了几岁，莫要乱认娘，污女子轻蔑是死罪。况且我凭什么信你？我知你为何非要嫁柳延年，你腕上玉镯乃外祖母临终所赠，她此生遗憾就是没见你嫁个如意郎君，所以你卯足了劲儿，非要嫁上京最好的儿郎。这般秘辛，除我外，再无他人知晓。你怎么会知道？可是阿娘，你想清楚，柳延年在外豢养外室，绝对不是良配。外祖母是希望你幸福顺累，你莫要本末倒置。他何时养的外室？5年前，那女子出身有异，入不得宰相府，但柳燕人视她如珠如宝。直到祖父去世，她在朝堂地位稳固，便卸磨杀驴，将你罪杀。那你呢？我知他宠妾灭妻，谋害发妻，收集证据后要去敲登闻谷，还没来得及出发，便被他的手下勒死投井。那你现在……阿娘，你信神佛吗？上苍垂怜，许我归来。而这次，我不愿你受苦了。阿娘，原来你的画技年少时便这般纯熟了。你见过我作画？有年太后生辰，你亲手替她画了一幅画像献礼，五官栩栩如生，慈悲庄严，宛若菩萨降世，惊艳全场。可回府后，柳延年狠狠斥责了你一番，说后宅女子应低调行事，这般炫技争宠是青楼女子所为。亏柳竟然还是个读书人，竟说出如此荒谬言论，这分明是在打压我。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叫什么？薛昭。我起的。光明磊落，前程似锦，我一定很爱他。而他姓薛，和那个男人没有半分关系。昭昭，阿娘信你，明日的婚事，我们一起想办法。谁给小姐吃的花生？阿爹，我并未吃花生，许是有人故意在食物中混入花生粉末，只怕婚礼确实得延后了。可还站得起来？我明日找个婆子扶着你。女儿可以坚持，只是我控制不了身子。若明日婚礼上，在众宾客面前如此，侯府的体面何存？先看大夫，我现在去见相爷。阿娘，你何至于此？放心，我对剂量有数，不会伤到根本。非常时刻，总要对自己狠些。早听闻薛小姐一身好马术，果真名不虚传。柳公子无事便好。我好像病了，总是通过自虐去达成目的，反正也无人在意心疼。阿娘，我在意你的。外祖父他其实也在意的。前世你被镇杀后，柳延年将你风光大葬，外祖父匆忙赶来要挖棺验尸，他不信你会平白无故病逝。当时两家闹得极僵，他迫于压力让步，可他其实是心疼你的。那花生酥是我故意吃的，推给有心之人，声东击西。薛梅，你太天真了。我不想嫁柳延年了。胡闹！那柳延年是你千方百计要嫁的，无人逼迫。如今又使苦肉计拒婚，实在是任性至极。我看就是你阿娘走得太早，无人管教。你没资格提我阿娘，你不在乎她，也不在乎我。你眼里只有仕途和权力，阿娘当初病得要死，你都不肯回来见她最后一面。如今我嫁给谁，又与你有何干系？阿娘，她不嫁柳延年，自然有她的道理。那柳延年还未娶亲，便私养外室，计划着将她利用殆尽后拆骨扒皮。她不嫁这种人，有什么错？他叫你什么？阿娘？说来匪夷所思，但昭昭确实是我前世的孩儿。外祖父，您最宠昭昭了。每当我随阿娘回府，
您都会抱我去书房，将阿娘儿时喜欢的小风车、小木马给昭昭玩。那些玩具都还躺在您书柜最下面的抽屉里。连梅儿都不知道这个少年为何会知晓？难道他说的都是真话？老爷，宰相府的柳公子来访，说要探望小姐。梅儿，你立刻回房，切记你还病着。你去我院子的偏房先躲一躲，此事我们从长计议。妹妹，好些了吗？听闻你病了，我心急如焚，究竟是怎么回事？延年，我无事，许是近来筹备婚事太过劳累，身子有些吃不消。是我不好，没能照顾好你。你放心，我已经与岳父大人商议过，婚期延后，一切等你养好身子再说。委屈你了，外面的人不知会如何议论。我不在乎，只要你好好的，比什么都重要。好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若非昭昭提醒，我恐怕要被他骗一辈子。延年，我听闻你在城外置办了一处别院，不知是何等雅致所在。不过是有人相赠，偶尔去小住罢了。等你变好了，我带你去看看。好啊，一言为定。婚礼虽已改期，但柳延年毫无不满，依旧坚定要娶我。到底谁是猎人，谁是猎物？我自以为手腕过人，到头来竟像个笑话。阿娘，吃个点心，心情会好些。昭昭，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失败？跟阿爹的关系一塌糊涂，心心念念的良人却要置我于死地，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护住。才不是，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娘亲。我身上有一半柳延年的血脉，可却没有变成他那样满肚子坏水的恶人。正是因为阿娘你啊。昭昭，你好似很介意这块胎记。这个胎记曾给你和我带来了无数痛苦。我出生时，柳延年一见这个胎记便十分不喜，说是不祥之兆。他甚至说我是你跟别人生的野种。这个畜生！柳家人都对我避之不及，唯有阿娘你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待我如珠如宝。还有外祖父，小时候我最期盼的就是跟你回薛家。娘，你别难过，我早就想通了。柳延年从未爱过我们，所以我们做什么都是错的，跟这块胎记没关系。可外祖父不一样，他是爱你的。别听柳建年胡说八道，你的胎记才不是不祥之兆，这是阿娘给你的印记，这样我才能生生世世都认得你。小姐少爷，老爷叫你们去书房。坐。柳延年警惕心极强，贸然去查那个外事，只会打草惊蛇。京城之大，无异于大海捞针。昭昭，你可见过那个女人？见过几次，都是远远的。柳延年从不让我靠近她，我只记得她很瘦，眉心有一点红痣，看人的眼神总是怯怯的。我会画画，昭昭说我来画，即便只有5、6成像，也胜过毫无头绪。笔墨伺候。像，真的很像。我这就派府里的死士去暗中查访。梅儿，你这几日安心养病，切不可再轻举妄动。侯爷，属下查到城南一处民宅，里面的女子与画像有9分相似，但在我们靠近时，宅子忽然起火。等我们冲进去，里面已是空无一人，只留下一具烧焦的女尸。女尸？可确认身份？那女子身形与画像相似，但面部已烧毁，无法辨认。好个柳延年！不能等，每多等一日，我的死期也就更进一步。昭昭，你再仔细想想，关于那个女人，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我想起来了，她身上总有一种很淡的香味，不是花香，闻着让人很安静。柳延年说那是他从小用惯了的安神香，离了就睡不安稳。私人调配的香料必然会去固定的商铺采买。英哥，备衣服，我们出门。小姐，这太危险了，坐以待毙才是真正的危险。掌柜的，老规矩，敬神香1个月的量。好嘞，刘管家稍等。刘管家是柳延年心腹。另外，再给我拿一份最上等的紫河玉露膏。刘管家放心，
这可是千金难求的安胎圣品，保准让贵人安安稳稳，胎相固若金汤。安胎，那个女人怀了身孕。我不是说了让你安分待着吗？怎么又慌慌张张的？阿爹，那个女人怀了柳延年的孩子。你说什么？好啊，怀孕了，这就是她最大的软肋，也是她最大的死穴。为了这个孩子，她才如此迫不及待的要拉我侯府下水。去，立刻给我查，动用太医院里我们所有的人脉，秘密调查近3个月内所有紫河玉露膏的去向，每一笔，不管是谁买的，送去了哪里，我都要知道的一清二楚。顺着药，给我把那个女人挖出来。侯爷，属下追查到了静心庵，那静心庵有问题。庵堂内外看似往来的香客络绎不绝，但属下们仔细观察，那些人步履沉稳，太阳穴高高鼓出，分明都是伪装起来的江湖好手。从山门到后院，明哨暗哨不下30处，防卫之森严，比之王府也毫不逊色。属下们试着从后山潜入，却发现连后墙都加高加固，上面还布有尖刺。我们的人刚一靠近，就被暗处射出的箭毙。那里根本不是什么清修之地，分明就是一座铁桶般的牢笼。爹，若我们探查方向没错的话，那外室一定是被柳延年转移到了静心庵中。侯爷、小姐，柳公子前来拜访，请他进来。侯爷梅梅，前几日梅梅身子不适，我心中挂念，感觉好些了吗？延年有心了，小女只是偶感风寒，并无大碍。你我两家即将结为秦晋之好，不必如此客气。侯爷说的是，延年想和梅梅单独聊聊。那好，我还有公务要处理。延年，你和梅梅许久未见，正好叙叙话。梅梅，近日京中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你久在闺阁，或许还未听闻。前日里，督察院有位姓张的御史上本弹劾家父，罗列了10大罪状，言之凿凿，满朝文武都以为要掀起一场大风浪。可结果，你猜怎么着？那张御史呈上的所谓证据，尽是些捕风捉影之谈，被家父3言2语便驳斥得体无完肤。圣上龙颜大怒，当庭斥其诬告朝臣，意图搅乱朝纲。昨日，张御史已被革职查办，全家上下尽数流放3000里。听说他那体弱多病的幼子还没出京城，便在路上染了风寒，怕是活不成了。梅梅，安分些，我们的大婚之日可不远了。他都与你说了什么？他向我提到了前不久被流放的张御史一家。他这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再轻举妄动。刘家在朝中根基深厚，我们打草惊蛇，他们已有了防备，再想从外围寻找证据，难如登天。此事需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我们没有时间了。柳延年已经把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他不会给我们机会。那你要如何？带兵闯进去吗？没有证据，擅闯宰相之子私设的别院，这罪名我们侯府担不起。我们不能硬闯，但可以智取。3日后是观音诞，每年此时，京中信佛的女眷都会前往各大寺庙庵堂上香祈福，静心庵也不例外。你想说什么？届时人多眼杂，守备必定会比往日松懈。我想伪装成香客混进去。胡闹！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是什么地方？是龙潭虎穴！一个侯府千金，万金之躯，竟想以身犯险！你当这是儿戏吗？阿爹，我比谁都清楚那里的危险。可若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柳延年一步步收紧绞死。他会先逼我嫁入柳家，再用我的性命来胁迫您和整个侯府。到那时，我们才是真正的任人宰割。我不想坐以待毙，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阿爹。我绝不答应。你是爹唯一的女儿，爹绝不许你这么做。我宁可拼着这侯爵之位不要，也绝不让你去冒这个险。可若不做，我们都将是砧板上的鱼肉，连拼的机会都没有。
阿爹，求您了！此事休要再提。昭昭，你怎么来了？外祖父，您现在的心情我懂，因为上一世您就是因为顾虑太多，错失了良机，才最终追悔莫及。说什么？阿娘死后，您不信她是病死，散尽家财，拼着官位不要，也要开棺验尸。可柳延年那时已经羽翼丰满，您斗不过他，您被他逼得辞官归隐，日日守着阿娘的灵位，一遍又一遍的责备自己。您怎么说？梅儿当初求您的时候，您为什么就不能信她一次？为什么非要瞻前顾后，想着万全之策？您说，若是当初能再果决一点，哪怕是陪她疯一次，是不是就不会是那样的结局？外祖父，我亲眼看见，您守着灵位，不过一夜之间，满头青丝，尽化白雪。那种悔恨，我不想您再经历一次了。好，我帮你，但你给爹记清楚，无论发生什么，爹永远是你的后盾。既然决定了，便不能是去送死。单枪匹马闯进去，是莽夫所为。你这一去，必须天衣无缝。从今日起，你不是侯府千金薛梅，你是江南苏家绸缎庄的嫡女苏月。因自幼体弱，其母笃信神佛，常年带你四处拜访名寺，为求安康。阿爹，连英哥也成了你的贴身丫鬟翠环，一个来自苏家略通拳脚的护卫家生子。这上面的一切，你都要烂熟于心。是。只有身份还不够。柳延年将那女人藏在静心庵，防的便是我们。一个陌生的富商女眷在观音诞突然出现，太过扎眼，必然会引来盘查，所以你不能一个人去。爹以你过世母亲的名义，给京中几位与侯府交好的诰命夫人下帖，在观音诞为太后祈福，有这几位身份尊贵、人尽皆知的诰命夫人做掩护，你这个外来者的出现便合情合理。柳延年的人再警惕，也不敢轻易盘问。爹，谢谢你。这静心庵内随便一个僧人都是练家子，果然卧虎藏龙。敬会安主，许久不见，清修可还安好？老老夫人挂念，一切安好。这是我一位故交的女儿，从江南远道而来，听闻静心庵的观音最是灵效，特来祈福。小女子苏月见过安主，家母笃信神佛，常说心诚则灵。今日得见安主，是小女子的福分。苏施主远道而来，一片赤诚，佛祖必会庇佑。不知令堂平日里多诵读哪部经文？家母最爱《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她说经文虽长，但每读一次，便觉心中安宁一分。她常教导我，求神拜佛不在庙宇大小，而在心意虔诚与否。安主，这是我家小姐的一点心意，为庵里添些香油。苏施主有心了。诸位夫人，里面请。陈诵刚结束，禅房已备好香茶。这永清庵也太气派了。连倒茶的尼姑手上都有练武留下的老茧，看来这里必定有蹊跷。对不住，李夫人，
我不是故意的，我脚下绊了一下。快来人啊！快给夫人取汤伤药！夫人息怒，我家小姐真不是有意的。阿弥陀佛。这曲调是摇篮曲，什么人会在尼姑庵内哼唱这种哄孩子的童谣？难道是周婉？这位小姐，京堂的骚乱已经平息，李夫人也已上药，您不回堂中，却为何在此处偏僻角落徘徊？大师见谅，方才的纷乱让我想起了家母。家母在世时最是笃信观音，时常教导我遇事需心静。我只是想寻一处清静之地，为王母诵一段经，祈求她泉下安宁。不想却惊扰了大师。安主，我家公子让小的给里头的客人送些安食点心来。这位小姐，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里面的女人可是主子的心上人，这要是有个闪失，我万死难辞其咎。看住她！小姐，快走！护山，快给我把人抓回来！人呢？那个女人跑了！快给我搜！封锁所有出口，她一定还在庵里！在那边后山，别让他们跑了！快追！是阿爹的人来接应我们了。阿爹，我确认那个女人就在庵堂里，可惜守卫森严，我没能见到她。梅儿，你做得很好，但柳延年不是蠢货，他已经知道我们在查他的命门，接下来他不会再等了。老爷，宫里来人了，是来传旨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闻太后凤体为和，宰相柳微进言，当以喜事充之为皇家祈福。新科状元柳岩与靖安侯之女薛梅，乃天作之合，堪为表率。特赐婚期于10日之后，着礼部督办，不得有误。钦此。臣接旨。侯爷，薛小姐，这是刘府送来的贺礼，说是为小姐压惊。这珠钗是我昨天逃跑时遗落的，你明明是想用这只珠钗告诉我，他对我的行为举止了如指掌，他在威胁我。抗旨是死路一条，柳家父子这是要断了我们所有的退路。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掀了这棋盘。柳卫老贼在相位上多年，手上岂会干净？这是10年前江南漕运的贪墨案，当年我便查到线索指向他，只是被他用一个替死鬼搪塞了过去。我偏要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把他从云端拽下来。老爷，不好了！昨夜督察院的刘御史进宫弹劾您结党营私，意图不轨。皇上已经派了禁军统领过来。好一个先发制人！圣上有旨，靖远侯薛敬暂停一切职务，禁足于府中，静候3司会审。
你先下去吧，我与梅梅有些体己话要说。梅梅，听说侯爷近来清闲了不少。你是不是以为你阿爹还能像以前一样为你遮风挡雨，掀了这棋盘？可惜啊，你阿爹那些陈年旧案确实精彩，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出手，我父亲和我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份更大的礼。弹劾的奏折不过是开胃小菜，我们手上还有一份他与边关将领暗通曲曲的信件，足以让他万劫不复。你捏造罪证，是又如何？在这京城里，真与假，还不是凭我父亲一句话？雪梅，你阿爹是生是死，是流放3000里，还是满门抄斩，全在你的一念之间。10日后乖乖嫁给我。不仅如此，婚后你还要亲自去劝你阿爹，让他彻底倒向我父亲。只要他肯做宰相府门下的一条狗，我便可供他安度晚年。你做梦！你是个聪明的女人，是做风光的宰相儿媳，还是做罪臣之女？你自己选。满门抄斩，做宰相府的一条狗。阿娘，一个会给孩子唱摇篮曲的母亲，一个同样身为母亲的女人，她会愿意帮我吗？昭昭，我们现在唯一的生机不在朝堂，不在权谋，而在那个女人周婉。她也许不是柳延明的软肋，但她腹中的孩子是。静西安如今定是铜墙铁壁，守卫森严，侯府又被管住，这封信如何才能送到周婉手上？小姐，您已经站了半个时辰了。静心安防卫森严，柳连年的人定已将那里围得水泄不通，我们的人根本进不去。小姐，英哥，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奴婢或许有法子。什么法子？快说！奴婢有个远房的表姐，她男人好赌，她便托人进了静心安，做些浆洗的粗活。安里贵人眼高，从不与他们这些下人说话，只许他们从侧门进出，管束松散些。可此事干系重大，一旦败露，你那位表姐便会性命难保。小姐，这使不得！刘嫂，这些是你的定金，事成之后还有10倍。你的儿子，我会视如己出，送他去最好的学堂。你那烂赌的丈夫，我也会派人处理干净，保你母子从此再不受他骚扰。记住，这东西只能亲手交给后院那位养胎的周姑娘，若是不能，宁可烧毁，也绝不能落入旁人之手。奴婢记下了。干什么的？官爷，我是来送浆洗衣物的。进去吧，快点。你这人怎么如此不小心？
姑娘恕罪，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姑娘恕罪。姐姐，我知晓一切，也理解你的身不由己。我不恨你，只可怜你所托非人，将一颗真心错付豺狼。柳延年许你的未来当真风光吗？那状元夫人之位原本沾满了我薛家的血，你腹中孩儿的锦衣玉食，难道要踩着我这个无辜之人的血骨铺就？你或许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可你的孩子呢？他本该是宰相门第的长孙，却要背负一个来路不正的出身，活在阴影里一辈子吗？我薛梅今日若死，他日史书记载，他母亲便是害死我的帮凶。你忍心让他一出生就背负这样的罪孽，永远无法堂堂正正活在阳光下吗？堂堂正正活在阳光下。周姑娘，可是身子不适？贫尼这就派人去请大夫。师太，我无事，只是许久未见延年，心中挂念。也不知他与侯府千金的婚事筹备的如何了？他从不问这些，姑娘安心养胎便是，何必在意那些琐事？婉婉会背叛我，真是荒唐。不过是孕中多思罢了。薛梅那个女人诡计多端，不得不防。万无一失才是我的信条。告诉安主，好生照看着。他房中那些剪刀针线制的利器都收走，平日的衣物洗漱派2个人负责，除了送饭，任何人不得与他交谈。是，就说这是为了让他安心养胎。小姐，不好了！出什么事了？那个刘嫂被安堂辞退了，我派人去找她，家里人说她前日拿了一笔钱就走了，不知去了哪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安娘，昭昭，对不起，阿娘没用，阿娘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你。阿娘，看着我。你没有说，我们还没有说，我一直瞒着你一件事，一件关于上辈子的事。在我来的那个时空，柳余年的阴谋最终就是被揭露的。什么？就在3日之后，太后的寿宴上，外祖父不知从何处得到了证据，在宴堂当众发难。只是那一次我们准备的不够充分，被柳家反咬一口，功亏一篑。也正是因为那次失败，才有了后来的悲剧。阿娘，我回来不是要避开那场注定的对决，我是要你赢。虽然上一次我们输了，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太后寿宴，是命运留给我们唯一的破绽，是唯一能将柳连年拖到天子面前，让他无处可逃的审判台。审判台，我需要一个审判台。太后寿宴，那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梅梅，看你气色好些了，我便放心了。圣旨以下，你我婚事乃是天作之合，切莫再胡思乱想，伤了身子。柳郎，之前是梅儿不懂事，惹得柳郎和父亲生气。如今梅儿想通了，嫁入柳家是我的福分，我自当安心待嫁。你能想通，再好不过。你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如何选择，才能保全你自己，也保全侯府。梅儿只求柳郎日后能善待于我。放心，只要你乖乖听话，柳家主母的位置永远是你的。小姐，您真的……嘘。拖延不是办法，唯有向死而生。柳延年，你为我准备了嫁衣，
我为你准备了锻炼。你怎么来了？外头都是眼线。眼线房的是外人，不是我。阿爹，3日后的太后寿宴是柳姨年最风光得意之时，也必须是她的葬身之日。有计划了。我已假意顺从，柳延年暂时放松了警备，但我们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让周婉从静心庵那座铁牢里出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亲自指证柳延年。强闯是下策，柳延年巴不得我们动手，好坐实我们结党营私的罪名。能让他光明正大走出安堂，又能让柳延年无法阻拦的，只有一道来自宫里的旨意。宫里？太医院院士张文和曾受过我救命之福，他为人谨慎但忠义，如今能赌的只有这份旧情了。太后年事已高，最重福寿祥瑞，我会修书一封，让张院士在明日为太后请平安脉时，寻个由头，无意里提及民间有孕妇为长辈祈福可天福增寿的说法。太后若信了，必会想在寿宴上召见京中有福气的孕妇，沾沾喜气。届时，只要让周婉的名字出现在这份祈福的名单上，他会肯吗？这若是败露，是灭九族的大罪。所以是赌，赌他的人品，也赌我们的命运。城主，侯爷，这份恩情，老夫今日便还了。太后凤体安康，只是略有些秋乏，老臣开个温补的方子，好生将养着便是。有劳张院士了。再过2日便是寿宴，可不能病恹恹的叫小辈们看了笑话。说来也是巧，老臣回乡探亲，还听乡里的老人们说起一个旧俗，说是家中有德高望重的长辈过寿，若能请几位身怀6甲的妇人来家中坐坐，沾一沾新生儿的喜气，便能为长辈添福添寿。瞧老臣说的都是些民间俗语，让太后见笑了。哦，还有这等说法，哀家倒觉得有趣的很。母后若是喜欢，寿宴那日便从京中官员家眷请几位有孕在身的命妇入宫，为您祈福增寿，岂不是一桩美谈？皇帝此言甚是，就这么办。太后偏偏今年想出这么个新花样，你不觉得蹊跷吗？父亲是怀疑此事与侯府有关。薛静那只老狐狸被禁足，不代表它就是没了牙的老虎。父亲，孩儿倒觉得这或许是天赐良机。婉儿腹中的是您的长孙，若能借此机会入宫，在太后面前露个脸，得一句金口玉言的祝福，那便是天大的祥瑞。好，好一个将计就计！与其疑神疑鬼，不如主动出击，将这桩蹊跷事变成我们柳家天大的体面。婉婉，天大的好消息！太后懿旨，召你入宫参加寿宴，为她祈福。我们的孩儿马上就要得到皇家的祝福了。我这样的人也能？傻瓜，你腹中怀的是我们柳家的麒麟儿，当然值得。安心准备吧。陛下，太后娘娘，今日是太后大寿，本不该扰了雅兴，但臣有要事启奏，事关国本，不得不言。侯爷有何要事，但讲无妨。臣斗胆告发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柳延年私藏罪臣之女，包藏祸心，意图不轨。陛下明鉴，薛敬此乃血口喷人，他因小女与犬子婚事延期，心生不满，便在这等场合以如此恶毒的罪名构陷朝廷新贵，其心可诛。侯爷，婉生不知何处得罪了您，竟要遭此不白之冤。婉生与梅梅两情相悦，婚事只是因她身体不适暂缓。您怎能因一时义气，便要毁了婉生一生清誉啊？侯爷，你可知诬告当朝状元是何等罪名？臣有证人。
陛下，此二人常年在城郊静心庵附近活动，他们可以作证。那静心庵守卫森严，采买物资中更有许多名贵药材，绝非寻常尼姑庵所用。草民亲眼见过，庵旁后山有暗哨，险些要了草民的命。侯爷，您为了构陷晚生，竟不惜寻来这等市井之徒，编造谎言。陛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两个人空口白牙，无半点实据。陛下，臣这里恰好有位货劳的抵当，其独子正在侯府当差，他们的话如何能信？陛下，晚生身正不怕影子斜，侯爷既言之凿凿，称晚生在静心庵私藏罪女，那便请陛下降旨，即刻派禁卫军前往搜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搜个底朝天。若真能搜出一人，晚生甘愿领受任何罪责；若搜不出来，晚生也只求陛下还晚生一个清白。侯爷，你意下如何？臣附议。好，传朕旨意，命禁卫军副统领即刻带人查封静心庵，仔细搜查，速速汇报。启禀陛下，臣已将静心庵里外搜查3遍，庵中只有庵主与几名尼姑，并无可疑人等。陛下，真相大白，薛敬为一己私怨，诬告朝廷命官，藐视军威。臣恳请陛下立刻将这风言乱语的薛敬拿下，打入天牢，听候发落。来人，将静安侯。且慢。你是何人？殿前放肆！臣女静安侯之女薛梅叩见陛下。臣女并非放肆，只是家父年迈，一时情急，未能将事情全然禀明。哦，你的意思是，他还有所隐瞒？不，家父的证人却已被柳延年巧施手段，或收买，或藏匿，难以再证其言。但父亲的证人没了，女儿这里却还有一位证人。所有知情人都被他控制住了，他绝想不到，还有一张牌在我手里。这位证人身份特殊，如今亦在宫中。他不仅能证明柳延年私藏罪臣之女，更能揭露其背后更深、更歹毒的图谋。只是请陛下恩准，容臣女将其传召上殿。准。臣女恳请陛下传召今日入宫为太后娘娘祈福的命妇之一周婉上殿回话。一派胡言！薛梅，你竟敢在此信口雌黄，随意攀污宫中贵客！去，将人带来。遵旨。民女周婉叩见陛下，叩见太后娘娘。民女自知罪孽深重，不敢求陛下宽恕。民女乃是前户部尚书罪臣周淑媛之女，也是宰相之子柳延年豢养的外室。如今腹中已有他的骨肉。柳延年，你还有何话可说？陛下明鉴，民女与柳公子确实相识于危难，是柳公子冒着天大的危险，将民女从一片血海中救出，安置于城外静心庵中。可民女万万没有想到，这份救命之恩，竟是一切罪孽的开端。他将我藏匿，却告诉我，若要长久，必须有通天的权势作为依靠，而捷径便是迎娶侯府的嫡女薛梅。他告诉我，他与薛小姐并无半分情谊，联姻不过是各取所需。他说，待他在朝中站稳脚跟，宰相府的地位无可撼动之时，他便会寻个由头，用慢性毒药让薛小姐病逝于后宅，神不知鬼不觉。他说，届时他便能给我和我们的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民女今日斗胆站出来，并非为了报复谁，民女只是一个母亲。民女不愿腹中孩儿从出生起就背负着父亲踩着无辜女子鲜血而来的罪孽，不愿青灯古佛了此残生，只求我的孩子能有一个清清白白的未来。周姑娘，你今日愿意站出来揭露真相，我薛家上下感恩戴德。你毁了我的一切！保护梅儿！薛梅，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以为你能安然无恙地走出这座大殿，去享受你的胜利？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个安分的女人，从你拖延婚期开始，我就料到了会有今日，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那是一种西域同溪谷，无色无味。我早就命令将此毒一丝一丝的混入你每日的饮食补品里了。此毒平日里毫无征兆，可一旦情绪大起大落，气血攻心，便会瞬间发作，腐蚀五脏六腑。薛梅，我为你铺就的黄泉路，你可还喜欢？你毁了我的前程，我就要你的命来赔。没有，王宇，梅儿，太医，快传太医！不该是这样的，阿娘。薛梅，没有我，你也别想活。你怎么会？柳延年，你以为我真的会毫无防备吗？你以为你那点下三滥的手段真能要了我的命？刚才的毒发，不过是我将计就计，演给你看的一场戏罢了。会的，就是让你在陛下和太后面前，在文武百官面前，亲口承认你下毒害我的罪行。柳延年，你失算了。不可能！陛下、太后，柳延年心思歹毒，谋害朝臣之女，方才更是亲口承认下毒罪行，人证物证俱在，罪无可赦。恳请陛下为臣女、为侯府主持公道。来人！柳延年心术不正，谋害忠良，罪无可赦，给朕打入天牢，听候发落。薛姑娘，这是孩子的户籍文书，我已安排妥当。他出生后便会记在侯府一位远房族亲的名下。那位族亲夫妇膝下无子，家资丰厚，会将他视若己出。他会有一个清清白白的出身，姓薛，将来可以读书科考，堂堂正正活在阳光之下。为什么？按道理，他该对我与腹中孩子恨之入骨。我薛梅言出必行，你站出来指认柳延年，也算是救了我薛家。至于你，柳家的罪与你无关，侯府会给你一笔银钱，足够你下半生衣食无忧。薛姑娘的大恩大德，周婉没齿难忘，我不会走的。柳郎罪孽深重，我亦是帮凶。待孩子平安降生，我自会去安堂带发修行，日夜为我儿祈福，也为那些被我们伤害过的人赎罪。薛姑娘，若有来世，希望我们不要再以这样的方式相遇。今日当贺，敬阿爹，昭昭，敬外祖父，敬阿娘。周昭，这是怎么回事？阿娘，外祖父，我的任务完成了。什么任务？柳延年伏法，您和外祖父都平安无事。这条错乱的命轨已经被拨回了正途。我本就是不该存在于此时空的人，如今尘埃落定，我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我不许你走！你是我的儿子，你怎么会不该存在？留下来，阿娘什么都给你。没有别的法子了吗？阿娘，我回来就是为了看到你像现在这样平安喜乐。你的人生不该只有仇恨和算计。忘了过去吧，阿娘，去游历山川，去看遍四海，用你的画壁去画你想画的一切。答应我，为自己好好活一次。昭昭，不要走，不要离开阿娘。阿娘，别哭，为你我甘愿。
撤下去，换热的来。梅儿，是阿爹，喝点东西吧，别让自己的身子垮了。梅儿，你听阿别说，昭昭他回来不是为了看你这样的，他拼尽所有，甚至用自己的存在作为代价，为你换来了一条生路，不是让你将自己活成一座孤坟。别辜负他，梅儿，别辜负昭昭为你换来的一切。阿爹会一直陪着你，无论你想做什么，阿爹都陪着你。阿爹，我想去看看阿娘了。阿娘，女儿来看你了。我差点就嫁给了一个很烂的人，但是有人救了我。阿娘，你若在天有灵，一定会喜欢他。他叫薛昭，是我的孩儿。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拯救我。他很乖，很懂事，笑起来眼睛亮晶晶的。他脸上有块胎记，他说那是柳延年嫌恶他的根源。可我觉得那是上天赐给我，让我能生生世世认出他的印记。可我把他弄丢了，阿娘。他为了救我，消失了，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好好照顾过他。也许我在那个前世里后悔嫁给柳连年，但我一定不会后悔生下昭昭。想清楚了。阿爹，我不想再嫁人了。我想去游历天下，用我的画笔去画绚丽的山河。我这条命是昭昭跨越千山万水拯救来的，我要替她好好活。侯爷，你疯了不成？梅丫头是咱们侯府嫡女，怎能行此抛头露面、败坏门风之事？她不嫁人，日后谁来继承香火？100年之后，你有何面目去见薛家列祖列宗？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一个姑娘家，还要学那些游侠浪子，成何体统？你若不管，我们这些老家伙便亲自去劝她回头。说完了，我的女儿在鬼门关走过一遭，捡回一条命。她想做什么，我这个做父亲的都会为她铺好路。至于列祖列宗，我薛家的女儿不是用来联姻的棋子，更不是传续香火的器物。她值得最好、最自由的人生。谁若再敢在她面前智慧半句，休怪我薛敬不念宗族情分。梅儿，外面不比家里，人心险恶，万事小心。阿爹，无论走到哪里，遇到什么难处，拿出这块令牌，记住，家永远是你的后盾。大小姐，不必多礼。他可还好？回大小姐，小光子能吃能睡，健壮得很。这里面是京城最好的几位教习先生的履历和名帖，待他启蒙时便从中择优聘用。这个，他的吃穿用度皆按侯府嫡系公子的分例来，绝不可有半分苛待。若有短缺，直接去账房直取，就说是我吩咐的。我的昭昭若能安稳降生，也该是这般粉嫩可爱的模样。
可惜此生我逃离了柳延年，昭昭也失去了出生的权利。好好长大，做个好人。善哉善哉，薛大家的话有佛性，能渡人。渡人不敢当，渡己罢了。没事了，不怕，不怕。乖，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这胎记，昭昭，这胎记不好看吗？阿娘觉得这是这世上最好看的印记，这是阿娘给你的，这样我才能生生世世都认得你。生生世世？对，生生世世。昭昭，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昭昭，不怕，阿娘在。走，我们回家。